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在那遥远的天际，总是有无数的眼睛在看着人类，看着地球，看着我们。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神奇的2023预言。为什么说神奇？因为你将看到外星人确实存在，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它在哪里了。为什么说2023？因为这一年2023就像是我们的诞生花的预言一样，将会是人类命运的又一个里程碑。要么我们会成为6500万年前的恐龙一样的消失，要么我们必须要脱胎换骨，进行新的星际旅行。为什么叫星际旅行呢？其实人类从宇宙的角度看，就是一小撮在星际中乘坐着地球的旅行者。我们所知的旅行者号、天问号、毅力号等等，都是人类的玩具而已。其实我们本身就是星际旅行者。有人讲，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可怕、最厉害，一个是学哲学的，一个是学天文的。学哲学的把人类看得非常的伟大，学天文的把人类看得非常的渺小。飘哥是学哲学和天文双修。如果从地球就是一个星际旅行的角度看世界，任何的纠葛、怨恨、忧郁、仇恨、权力、金钱，就都先放下吧。还是把我们的目光放得大一点，看得远一点。想一想那深蓝的深处，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作为只有几千年文明的人类，走得这么快，终极命题根本不是你争我夺的资源或者任何的科学目标，而是有神圣使命在暗中进行着。那还等什么？喝口茶，系好安全带，让我们起航。科里古德曾为美国秘密太空计划 SSP 工作了20多年，是太空联盟项目的行动支持专家，与外星智慧生命联合工作交流多年。秘密太空计划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在太空中从未得到承认的绝密项目，最初由光明会建立和控制。它就像是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一样，并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具体由很多个项目组成的。后面我们会专门开局具体分享。科里曾去过月球秘密基地，也就是月球作战司令部 LOC。 他被带到一个会议室里，里面满是来自地球上各个种族的人们，都穿着太空计划的服装，一件连身裤。联盟成员冈泽莱斯要求刚进来的科里当众站起来。当他站起来以后，身后突然出现两个陌生的高大外星人。科里大吃一惊，他们分别来自于蓝鸟种族和金三角种族。接下来有10周的时间里，科里主要通过 Terra 与他们进行梦中交流。显然在场的人都无法直接与太空联盟通信，他们需要中介，而这个中介就是科里。蓝鸟种族和金三角种族自称 RA 文明，也简称 Ra 文明，起源于太阳系中的金星。金字塔和方尖碑就是他们建造的。在将自己提升到第4密度之前，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他们还解释说，大约在26亿年前，他们已经从金星上的第3密度演化出来了。科里问蓝鸟人，他是不是一的法则中的雷？蓝鸟人回答说，自己就是雷瑟尔。大约1年后，太空联盟证实了他的确就是一的法则中的人。关于一的法则，我们会慢慢的展开，大家就明白了。太空联盟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人类扬升的答案，因为他们注意到了太阳系相应的一些变化。目前整个太阳系都在经历着巨大的气候变化，就像是我们所观测到的一样，太阳和行星都变得更亮
更热、更具有磁性，也具有更多的臭氧和带电粒子和更多的 X 射线。NASA 从2009年开始也正式公布了相关的数据。2007年，旅行者1号穿越日球层时，记录了遇到的电子数量急剧下降和上升的现象，也就是由太阳磁场产生的围绕整个太阳系的力场。2008年，旅行者2号对这些带电粒子也进行了类似的观察。2011年，波士顿大学的天文学家 Merav Oprah 在 NASA 的新闻会议上描述说，这个形似长香肠的气泡很大，大约1亿英里，也就是说 1.6亿公里宽。马里兰大学的物理学家吉姆·德雷克说，整个的现象就像是浴缸中的泡沫最丰富的那一部分。Oprah 解释说，与热水浴缸流动的水面不同，泡沫区域应该相对的平静，在气泡海洋中有可测量的平静的震动。这种震动会影响我们地球和人类的扬升。为什么这会影响到地球以及人类的扬升呢？地球就是大脑那一期分享过原因，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取，在视频下方。长期以来，这个振动区一直是光滑的屏蔽层，而如今 NASA 的新研究显示，太阳系的边缘可能是巨大磁性气泡的泡沫海。太阳像地球一样具有一个北南极的磁场，一直延伸到太阳系的边缘。当它旋转时，磁场会像芭蕾舞演员的裙子一样起皱扭曲，这些褶皱可以分解成许多的磁性气泡，沿着日光层的边缘形成一个泡沫带。这一新的发现暗示着日光层的边缘对屏蔽宇宙射线并没有帮助，银河系中的宇宙射线可能会暂时的被困在泡沫当中，而且会漂移到我们的系统中，最终沿着太阳磁场线向着太阳和地球移动。科学家们研究，这极有可能意味着这个气泡比之前想象中产生的有害宇宙射线和高能粒子的数量要多得多。行星的可见电荷是即将到来的太阳闪光的主要标志，它在逐渐的增强。比如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行星的整体外观直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秘密太空计划中的人已经发现这些变化可能是由太阳系中正在漂移的高热高磁性的星际云引起的，有许多正是在2012年出现的，他们已经派罗斯威尔型飞碟抵达那里。说到这，罗斯威尔飞碟事件我们以后也会分享，他们详细的研究了这种泡沫云以及它对太阳系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也非常好奇为什么成百上千个巨大的行星状球体会漂移到太阳系中，并且遮盖了太阳系呢？ Ra 通过颗粒向他们解释说，这些球体能够防止太阳闪光的发生，直到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为扬升做好了精神准备为止，以便我们顺利地度过这一时期。巨球最终在接近我们时也会完全的消失，不会产生不良影响。霍皮和祖尼人的预言说，我们已经经历了从第1次到第4次的世界的过渡，而且已经站在了第4世界的尽头。克里福德·马胡提是位墨西哥州的印第安土著的长老，他具体的是属于祖尼普维部落族。他解释说，前3个世界都是被大自然摧毁的，比如土、风、火、地震，当然还有洪水。目前5万年之前的人类遗物考古尚未发现任何的宗教礼仪物品，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复杂的工具。而就在5万年前，世界各地自发的同时发生了一些突变，全球人类突然开始有了宗教活动，开始制作更为复杂的工具、衣服、武器还有艺术品。大约是在5万年前，这是因为意识领域的提升，他们突然有了全新的意识，这正是因为太阳闪焰的发生。地球
正在转变为第4密度的生物，而我们就像是一只正在扬升的狗的身上的跳蚤。我们正伴随着我们的星球一起经历扬升，这种变化的症候是地震、海啸、火山喷发，这都是它转变的自然现象的表象。在太阳闪焰之前，肯定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会慢慢的习惯于看到越来越多的强飓风、大地震等等，它可能会成为常态。这些经历将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两极化。目前消极的人正以负面的方式相互吸引，而积极的人也开始聚拢，而且会在更大的规模上发生。我们正在开始扬升的起点。根据祖尼的神话故事，所有的被造的人本身来讲都是好人，但是有一种双心人，也就是现在称之为黑暗势力的人。不同于常人的是，他们的使命是成为黑暗力量而平衡人类，平衡之一就是指控制人口。但是他们已经超越了这种控制，而且变得更加的强大，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我们正在和黑暗势力失去平衡中，但这也会被纠正，就像是圣经中的马太福音所形容的，当收割的时候，坏的麦子要从好的麦子中被剥离出来除掉，这将是一次人类的深刻进化飞跃。只有最消极的人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这可能是致命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不断的壮大梦想，经历其他的有远见的经验。我们正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提升，如果准备好了，可以直接毕业。但一的法则清楚地表明，毕业并非是自发的，必须成为好人以便毕业。这意味着成为一个充满了爱心、宽容和同情心的人，至少有51%的专注度专注于帮助别人，而非陷害，或者在宇宙诺亚方舟型的情况之下，安全地到达新的星球，以第3密度继续前行。或者与地球共存的人们最终进入到第4密度，这时仍然拥有一个看起来像人的身体，但它的核心更具有活力和能力，心灵感应能力也会更强。Ra 进一步的给出解释，对来世和轮回有意识，也可能实现心灵感应以及悬浮。目前我们每天觉醒的意识将有类似于迷幻经历的一面，而我们需要学会适应这一点。Ra 说，我们必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披露，包括我们真实的身份真相，比如丑恶的深层，以及包括撒旦主义和恋童癖等等。然而这些仅仅就是第一步，关于类似话题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分享。出炉之前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之前的灵性和冥想的分享。有人说我们学老高只挖坑不填坑，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填，这一集就是以前的一个大坑，那么我们还会继续填，小伙伴们逐渐的会感受到更大的力度，后面呢坐稳了会非常的飘。国际气候变化越来越强烈，在地球上公开信息越来越多，这会在大众中引起极大的心理转变和广泛的精神觉醒，从而更直接的使我们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而每个秘密太空计划中的人都知道这一事件即将到来。从亚历山大图书馆到梵蒂冈图书馆当中的一些文本当中，有世界不同地区的许多不同的手稿，他们都一致的揭示了有关太阳闪焰或者是某种太阳能量事件的信息。Ra 说，何时发生这种转变取决于人类整体的精神发展水平，尽管没人能够确切的预计何时会发生闪光，但秘密太空计划中的人以使用各种方法来计算大概的预期时间窗口，这可能将在2023年或者之前发生。在此期间，地球在宇宙中将变得更加的颠簸，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大家也注意到了，2020年的 UFO 事件比往年多了10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海军及 CIA 暴露出了更多的不明飞行物的事件，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在那遥远的天际，总是有无数的眼睛在看着人类，看着地球，看着我们。
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以及他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里悬挂的或许就是我们久违的外星文明，它在默默地观察着我们的同时，也引领着我们和影响着我们。外星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下一期将进一步的分享第3密度灵性7级宇宙，外星人就在我们身边，告诉你如何找到他们。好的，今天呢就飘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 ，Peace and Joy。